在俄乌战争1周年之际呢，俄乌双方突然却增兵派往摩尔多瓦德佐地区。据统计，大约有6500名乌军集结在乌摩边境，俄军黑海舰队数量也是猛增1倍，剑指德佐地区。这片地区为何让双方如此在意？俄乌战争是否会因此开辟第2战场呢？咱们接着往下看。根据最新的消息，从2月21号晚上8点开始呢，约有260名训练有素的乌克兰士兵被部署在了该国边境小镇季姆科维和斯塔尼斯拉夫卡。此外呢，载有步兵战车和装甲运兵车的乌军车队也在不久后陆续向边境集结，并在阵地部署火炮，同时出动了大批无人机飞行。俄罗斯认为乌方此举呢是在为德佐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做准备。据统计，集结在边境的部队人数约为5000到6500名乌克兰士兵，加600到800名北约雇佣兵。在部署的人员中，每个人都携带了4天的干粮，部分补给呢应该在同月的23号之前到达。对于乌军此举，俄罗斯的反应可谓是十分激烈。先是普军签署命令，宣布俄罗斯不再尊重摩尔多瓦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正式承认摩尔多瓦东部德佐地区的独立地位。后俄外交部又表示，俄方驻扎在德佐地区的武装维和人员会充分应对乌克兰准备对该地区进行的军事挑衅。同时，俄方还警告称，任何威胁到德佐地区俄方人员的行为都将视为对俄罗斯联邦的攻击。显而易见，俄罗斯此举呢，也就意味着不再寻求德佐地区的特殊地位了，这难免会让人联想到吞并的问题。对此，英国媒体称，这与去年2月份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之前，普京公开表示新明斯克协议已不复存在的做法类似。那么这片地区究竟有什么魅力，让双方如此在意，甚至不惜大打出手呢？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双方目前的后勤问题了。如今俄乌战争爆发已经1年了，由于俄军在战争初期摧毁了乌军大量的弹药仓库和军工厂，因此如今乌克兰军队最紧缺的物资便是弹药装备。近期呢，在各个场合，乌克兰当局也是频繁地呼吁西方盟友们加大武器装备的援助力度。然而北约近期表示，即便如火如荼的生产装备，也跟不上乌克兰军队每日所消耗的速度。眼下乌军想要扛住俄军的炮火攻势，只能依赖西方不断援助的武器弹药。不过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夺取俄军的军火库，一旦拿下，可以缓解乌军的燃眉之急，而这个军火库正是在德佐地区。这片原属于苏联加盟共和国摩尔多瓦的德佐地区，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呢，就陷入了内战。由于摩尔多瓦全国只有7000名军人，且长期缺乏训练，根本就不是继承了原苏联第14集团军德佐地区武装人员的对手，最后形成了事实独立。德佐地区从苏联时期开始就是军事重地，拥有大量的军事设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位于毗邻乌克兰边境的科巴斯纳村的大型军火库。科巴斯纳军火库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据说呢，最多可以容纳4万吨武器弹药。在苏联解体后，科巴斯纳军火库被俄罗斯接收，这里不仅储备了原近卫第14集团军的弹药装备，还包括从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撤回的部分军火，被认为是欧洲地区最大的军火库之一。在德佐冲突之后，科巴斯纳军火库完全被俄罗斯和德佐当局控制，并被列为禁区。据悉，科巴斯纳军火库目前呢仍保存有大约22000吨军事装备和弹药，但是具体详情对外保密。为了保证科巴斯纳军火库的安全，俄罗斯从德佐冲突以来长期在当地驻扎维和部队。目前俄军的驻德佐作战集群包括了近卫第82独立摩步营、近卫第113独立摩步营和第540独立营等单位，约1500人，其中约400人是直接负责保卫军火库。虽然看上去俄军在此地的人数并不多，但事实上，从2014年乌克兰拒绝俄罗斯经其领土向德佐地区输送人员物资后，俄军就在此地实现了兵源本土化的自给自足。目前该集群官兵1/3都来自德佐地区当地。不过尴尬的是，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远离俄罗斯本土的德佐地区的俄军就处在十分尴尬且危险的境地。
一面呢是已经兵戎相见的乌克兰，一面是一心收复失地的摩尔多瓦。因此，与乌克兰接壤的摩尔多瓦这个国家呢，顿时成为了国际的焦点。其实，关于德佐地区此次的争端呢，早在2022年，摩尔多瓦方面就早有预言了。其信息与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德鲁·穆斯泰塔发表言论称，俄军极可能在2023年初对摩尔多瓦东部发动进攻。这是因为莫斯科依然没有放弃打通经乌克兰抵达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企图，因此摩尔多瓦对于俄罗斯有一种天然的危机感。在俄乌开战之后呢，该国曾不止一次试图加入北约，同时摩尔多瓦方面也不断要求俄罗斯军队从德佐地区撤离。因此，对于当前北约支持的乌克兰而言，摩尔多瓦当然是十分欢迎。而且目前有消息指出，英国情报部门已经开始秘密制定夺取科巴斯纳弹药库的计划，这与乌克兰方面简直是不谋而合。届时乌克兰出兵夺取科巴斯纳弹药库，可能摩尔多瓦还真的会开绿灯，甚至提供帮助。从地理位置上看，该弹药库距离乌克兰西部边境线最近仅有2公里。如果乌军下决心要夺取，理论上是讲得通的，但是却有着一定的难度。从公开的消息来看呢，俄罗斯除了在德佐地区部署了数千士兵之外呢，当地还有许多俄罗斯民众。该地区的苏联元素极其浓烈，所以红色与镰刀斧头是这个地区常见的风景。虽然德佐地区的面积仅占摩尔多瓦的12%，但它的人口却达到了55万，人口密度很大。因此，一旦乌克兰对该弹药库出兵，俄罗斯很有可能会以科巴斯纳弹药库为支撑，快速召集一支数万人的当地武装。以乌军目前集结的人数来看，想要彻底拿下这座弹药库还不太够。如果乌克兰不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德佐的话，俄罗斯的空降部队很快就能到达，并可以利用这里的大样库存武器坚持半个月以上。若是再度增兵，则很有可能导致乌克兰在正面战场上兵力不足。而最关键的一点是，即便是乌军召集了足够人手，也会因为攻打德佐而耗费大量时间，导致正面战场出现问题。而最重要的一点呢是，一旦当地俄军被击溃，也可能会选择引爆弹药库，同归于尽。这对于乌克兰而言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夺取弹药库的行动仍需谨慎评估。这时候或许有人会认为既然乌克兰无法处理这座弹药库，是不是代表俄罗斯就可以从这里获得大量的弹药补给，或者直接占领德佐再进攻赫尔松地区呢？这一点确实也有消息传出，俄罗斯打算在近期从克里米亚输送空降兵部队突袭入侵摩尔多瓦。毕竟如今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陷入僵局后，一直想开辟第2战场。而最铁的盟友白俄罗斯虽然在战争开始时给俄罗斯提供过基地，放开过边境通道，但是在俄军对基辅没有一击制胜后，卢卡申科就再也不愿为俄军提供西线进攻的机会了。理由是北约可能会趁机对白俄罗斯发起进攻，所以俄罗斯只能再想其他办法。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德佐地区3面与乌克兰为邻，假如俄罗斯能够拿下德佐的话，将会使乌克兰腹背受敌。对于俄罗斯来说，拿下德佐不仅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然而如此利好的事情，北约和乌克兰不可能想不到，也更不可能无视。因此，乌军这次陈兵乌摩边境，很有可能也是打算在关键时刻驰援摩尔多瓦。有俄方专家认为，如果俄军能够通过空降快速反应部队，再结合德佐地区的武装进行里应外合，提前控制摩尔多瓦，那么事态很可能会导致摩尔多瓦的俄军和黑海舰队的2栖部队以及黑海舰队联合攻击乌克兰的敖德萨港口。俄军只要占领了敖德萨，就可以试图封锁乌克兰剩下的那一点海岸线，这就意味着乌克兰的海上运输彻底结束，丧失唯一的海上通道。不过在大兵看来，俄罗斯想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是十分困难的。首先经过1年的消耗，俄军早已经精疲力竭，能够稳定现有战线已属不易了，基本没有能力劳师远征，出兵摩尔多瓦。而另一边的乌克兰也在边境做好了准备，随时准备援助摩尔多瓦。此外，俄军也缺乏在德佐地区获取弹药的动机，因为俄军根本没有安全运输弹药的通道和手段。
在俄军控制区与德佐之间，并没有陆上通道可以运输。即便是周边的蒂拉斯波尔有一座废弃机场，稍作平整可以起降运输机或者直升机，但是德佐周边的空域早已向俄军机关闭，无法进行空运。走德涅斯特河水路运输的话，该河口呢又处于乌军的控制下，同样也行不通。因此，该地区的弹药库对于俄乌双方而言都是一块很难吃到的肥肉。其实，从2008年以来，国际社会就屡屡敦促俄罗斯将科巴斯纳军火库的装备弹药运回俄本土，并从德佐全面撤军。但是俄罗斯始终不为所动。如果俄罗斯真的需要这批旧弹药的话，在之前只需要与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稍作沟通，运回本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这些弹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据估计一旦不慎引爆，威力呢将与广岛原子弹相当。而俄罗斯之所以坚持在德佐保留驻军，显然不单单是为了科巴斯纳军火库，更是要保持在德佐的军事存在，将这块地区打造为对抗北约的前哨阵地。既然俄军没有能力也没有动机对摩尔多瓦和德佐地区采取行动，那么摩尔多瓦官方关于俄军在今年年初将发动攻势的警告到底有何用意呢？其实只要回顾一下德佐纷争的历史和当前的俄乌局势，不难猜出摩尔多瓦的目的。尽管国际社会呢普遍不愿意承认德佐独立，认为依然是属于摩尔多瓦的主权领土，但摩尔多瓦对德佐失去控制已经长达30年。由于德佐政权以俄罗斯为后盾，摩尔多瓦呢也没有力量独自收复德佐地区。作为欧洲最穷的国家，摩尔多瓦的军事实力相当羸弱。现役部队仅8500人，装备呢基本上还是苏联时代的遗产，甚至连一辆坦克都没有。与之相对的德佐俄军部队在弹药库内还保存着有相当数量的 T80、64坦克，再加上当地武装，硬碰硬的话，摩尔多瓦举全国之兵还真的未必是对手。但摩尔多瓦呢却从此次俄乌冲突的僵持发现了一个解决德佐问题的良机。当前俄罗斯在国际上遭到各国的全面封杀制裁，政治上空前孤立，军事上左支右绌，主要力量都被牵制在了乌克兰战场上，对于德佐地区可谓是鞭长莫及，就算发生状况也是难以增援。自从俄乌战争爆发后，摩尔多瓦就一直有加入北约的倾向。摩尔多瓦前总统伊戈尔多东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透露，摩尔多瓦可能会修改宪法，结束中立状态，还会允许北约军队进入。因此，摩尔多瓦当局发布战争警告，无非是要渲染俄罗斯威胁论，为下一步投靠北约、借力收复德佐做舆论上的铺垫。如果简单进行军力对比的话，摩尔多瓦在得到北约军事援助，再联合乌克兰、罗马尼亚的力量对德佐地区进行东西夹击，那么1500名俄军加上德佐武装，十有八九要被包饺子。但是呢，这一举动存在极大的政治风险，将触动俄罗斯最敏感的神经，很可能会导致俄乌战事的升级和扩大，给世界带来更严峻的安全风险。总之呢，德佐看起来孤立，其实是一个牵扯非常多因素的死结。乌军真要打德佐，至少要先确保可以击败俄罗斯，要不然可能就发展成一场小世界大战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俄乌双方会在德佐地区开战吗？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